去年12月底的时候，我紧赶慢赶完成了一个在美国本土的一个页岩油钻井的这么一个项目。万我是没有想到哈，整整60天之后 Iran's formerly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Khamenei, is dead. 当时选页岩油井这项目呢，是因为这油价当时属于一个比较低的时期嘛，原油市场关注度也不是很高，那我们可以以比较低的这么一个价格入场。传统能源的需求它属于一个底层需求嘛，那衣食住行都得靠它。再有就是这个大美丽法案给了这个钻井项目一个100%的无形钻井成本的一个税务抵扣嘛，这个去年其实我在影片里面讲过。最后我们用了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估值哈，一算还是有利润空间的，于是就敲定了这一波井口的股权。快进到65天之后呢，给全球提供30%的石油、17%的天然气能源的这个中东成了战区，石油价格一个礼拜涨了40%还多，当然有波动了哈。我录这期影片的时候，原油价格大概是80多块钱一桶。第3次这个世界大战的压迫感扑面而来。虽然我不是特别擅长抢热点哈，但是这个化石能源确实也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一个财经话题。油气用完的这个顾虑，确实是没有太多需要。这位呢是地质学家聂尚游聂博士，也是壳牌石油的前高级商务顾问。那他也带领着壳牌石油的团队研究过委内瑞拉。这一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石油价格的区间，合理区间到底在哪儿？全球的这个石油储备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中东国家对于能源方面的这个战略部署，还有美国和中东地区在油气上的开采成本到底差别有多大？有些地方油气的价格是完全脱钩的，比如说美国。中国在全球能源需求上面扮演一个什么角色？那现在还没有被大范围关注，但是能源公司已经在默默下注的这个天然能源，它到底是什么呢？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提到。不管是从技术还是说从商业上呢，今天我相信这一期都是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权威的视角。这一期文字稿的链接我会放在这个描述栏里面哈，我偶尔也会给加入我邮件列表的朋友们分享一些我第一时间在一级市场里面了解到的一些信息。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哈，这个加入的链接也在描述栏里。美国石油学会每个礼拜3会发布聂博士的商业新闻评论，对石油行业深度内容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去订阅一下。订阅链接呢，我也放描述栏里了。我先跟大家说一点基本的一个科普哈，就这油井啊，它是分横井和竖井的。那竖井大家都好理解，就是照着这个地面它凿下去嘛，这个就是最传统的开采方式。而这个美国的页岩油呢，它用的就是横井，就找到这个页岩层之后呢，它横向再去打井，这样的话就可以最大的程度去接触到这些页岩层，然后再通过这个水力压裂技术把这个页岩层的缝隙给撑开，这样的话里面这个油气就能够被抽取出来了吧。由于地质环境不太一样，那不同国家能够采出的这个石油质地它也是不太一样的，分轻油和重油。轻油它就更像是水，那重油这质地就更像是蜂蜜或者是沥青。当然哈，这个炼制的难度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现在正在战争中心的这个伊朗，那伊朗的这个石油质地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好的这种轻油，那美国的这个页岩油也算是比较轻的哈。委内瑞拉这石油储量确实特别高，但是大部分它都是重油，质地这个就很像沥青了。委内瑞拉的储量是全世界排在第1位的，但是这个储量呢，它分2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它也有一个西边，他们西北边有一个前海盆地叫 Lake Maracaibo， 这个前海盆地比如说像咱们中国的渤海一样的，是有一些轻质油的，它这个现在还在生产，3000亿桶储量，主要的储量就是在这个他们的重油叫做 Orinoco Belt， 甚至沥青级的，就是几乎自己流不动的。所以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油在哪里，不需要打勘探井，不需要花这个勘探的费用，大家都知道这些油就在那里。但是这个坏处是它流都流不动，所以一个主要的开采方式就是用轻质油去稀释它。有一些炼厂因为长期，比如说美国的墨西哥湾，现在叫美国湾哈，这个边上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附近的，特别是德州的附近的炼厂，很多油厂就是历史上的原因，专门的设置装置，就是对于这个加工委内瑞拉重质油的这种是很有优势的。
这次如果是特朗普真的让这个委内瑞拉的油重新回到市场的话，对于这些炼厂是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国2008年开始这个页岩油革命，一直到现在，在本土采集了大概10几年，不到20年的这个时间。那美国让自己在20年的时间里面成为了全球能源开采的最大国。但是2026年一开年到现在，美国对委内瑞拉和对伊朗的这一连串的行为，又很难不让我们想到，这里面是不是跟美国的国内页岩油的这个开采量好像是有点关系？这也要感谢美国的这个中小型企业的这种开拓精神。大家都知道，搞地质的人都知道，原油在这些原生的这个页岩油里面还没有孕育出来，但是这些搞这个压裂啊、打水平井啊这2个关键技术，压裂技术就是打到一定的层位，打到这个页岩层以后能打水平井，水平井用压裂的技术把这些油硬压出来，因为它自然压力，这就回到钻井井壁，它就自然可以流上来。所以这个技术在美国是2008年以后开始突破了，重新改写了这个美国石油的历史。因为在那之前将近40年，美国的油的产量在不停的下降，快坚持不住了。美国的油那时候已经降到每天500万桶左右的数字，现在又重新回到1300、1400万桶每天这个油产量的数字，所以美国又重新回到世界油产量的老大，对，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那这个数字大概还能坚持多长时间？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一般来说油的开发不完全是技术的问题，也跟价钱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牵涉到油价越高，我能够比如说我就可以用更花钱一点的技术把这个油开采出来，但是油价低的话你就不想用这些更贵的技术，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这个问题问说美国的页岩油还能坚持多久，现在一个普遍的认识是说，比如说60-70美元甚至50-60美元的一桶，这个情况下的话基本达到了峰值。50块钱甚至更低的这种油价，至少最近20-30年来不是常态，常态是在60-70之间，120、130也不是常态，30-40也不是常态，就是大概油价会这么波动。主要的值的这个平均值应该在70左右。我们呢经常会听说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美国是采取这个军事行动上海外去搜罗这些化石能源，然后美国马上就可以去开采这些能源了，然后去卖给其他国家嘛。就感觉这个事儿吧，它是一个2点一线的这么一个关系。但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一想的话，从获取采集的这个渠道到真的把这个化石能源开采出来，去在里面获取利益的话，中间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实际的，像这个资源归属权和这个资产所有权的这么一个问题，是非常需要摘清楚的。美国的公司没有国家公司这个概念，是吧？所以美国的公司都是私有或者是上市公司，他们的主要考量是他们的投资是不是赚钱。当然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它有一些建议性指向性的东西，尤其是在美国本土来说，是对于它的勘探开发是有直接影响的。那么国际上来说，它的判断主要不是美国政府希不希望他去投资，主要是他认为到那去投资会不会赚钱，会不会亏，甚至会不会他的投资会被国有化收掉了。国外的国际公司的钱投资被国有化，也不是委内瑞拉一家公司做过的事情，墨西哥也做过这个事情，利比亚也做过这个事情。那墨西哥做这件事情，现在墨西哥最大的一个国庆日就是把国外的公司的投资收为国有的这一天。他们认为油气勘探开发、生产、运输、炼油等等这些，这是国家自己的资源。所以很多美国的，不光是美国，世界国际上愿意到别的国家投资的公司都一个共识，就是说你一定要跟当地的政府是有一致意见的，否则的话你可以想象，这个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政的话，它就是几年的一个循环，对吧？可是它的投资的长度是几十年，
所以他过了一个政府，那又怎么办呢？所以他绝不可能会把他几亿、几十亿这种投资再赌注压在某一个政党一直执政下去，他肯定是需要当地政府的保证和欢迎。中东这地区吧，它一直都不是一个特安宁的地方，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感觉它不是在战争中，就是在酝酿战争的过程中。除了文化和宗教这两个原因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中东有很多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资源，而且大家也都非常需要。但近些年呢，随着这个绿色能源的概念的兴起，那很多国家除了在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之外呢，还有在想去开发一些其他的能源嘛，就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太阳能和风能。那这个里面其实可以衍生出3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石油天然气资源真的像媒体说的那样很快就要枯竭了吗？那我们到底还有多少的储备？中国和西方的用词就不太一样。中国的储量有好几档，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叫地质储量。地质储量就是说，就是这个油干我们现在的估计在底下有多少，英文里边叫 resources， 中文翻成资源量。然后中文还有一个词叫做可采储量，就是说我现在的技术可以把它采出来。然后还有一个概念再深一级，就是说商业性可采储量，就是说你都可以采出来，可是你花了好大的血本，你采出来并不赚钱。你是花10块钱生产的来一个油，只相当于每桶8块钱，所以是有资源量就别采了。就是你采的越多，亏的越多，那不行。就是说所以就有一个地质储量、可采储量、商业可采储量这个样的级别。在美国的相对应的就是一个资源量，一个是可采储量，然后还有一个是他们尤其是上市公司，美国 SEC， 美国这个叫做什么？金融管理局差不多。对，就是他们有一个严格的规定，什么样的储量才能写在每个公司的账本上。就是每个公司他们自己其实也应该保证自己有一个 runway， 就是不能说我今天采了，我5年以后怎么办？这是很重要的概念。每个公司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尤其是油气公司来说，一个关键的指数就是这个公司的 reserve production ratio，就是储采比。那么一般来说，对一个健康的公司来说，一般要求在10年以上。那么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你这个也不能太长，如果你储采比太长的话，说明你的这个资源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比如说你的好多资源量你就没有，比如说你和 RP ratio 搞这个30年，对一个公司对一个国家 OK， 对一个公司来说这可能有点太不健康了。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大概40年前吧，这个上大学我们教我们这个石油啊地质，这些老师就跟我们说，这个石油的寿命还有40年左右，30年到40年啊。所以现在我们已经40年之后，现在的储采比反而达到52年。从现在再往后是52年。对，52年，也就是当时担心30年后、30-40年后没有的油，可是现在还说，除了开采了已经开采了30-40年以外，额外还可以延长到52年。对，现在按现在的用量，天然气的储量，天然气可以不用发现新的东西都可以坚持用200年。第二个就是像沙特呀、阿联酋啊、卡塔尔这些非常传统的能源大国，那在面对全球能源转型的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这个策略又是什么样的？毕竟他们这几个国家已经咱说不能说靠天吃饭应该说是靠地吃饭，就这个时长已经达到有100年的时间了。卡塔尔是一个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它是这个有一个气田叫 North Field 北气田，这个气田本身比它自己国家本土，它因为是延伸到海域里边，它几乎就是跟它的陆上的面积和跟这个油田是气田一样大，但是呢，这国家就几十万人口，所以它确实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它这个也是要一个平衡。它说你开得太快，
那以后的这个一个是会冲击天然气的市场，会把市场供大于求，价格会太低是吧？你快得太慢，万一这个能源转型，全世界以后都不用油不用天然气了，那你这些气全都没派上用场。这个很难评估嘛。它是一个很难评的，它确实，所以这家包括沙特，包括阿联酋，包括卡塔这些国家都有一个能源转型的计划。一直以来啊，这个左右石油用量的是2个因素啊，一个就是人口，有些国家现在有人口的挑战，人口增长的挑战，但是从总体来说，现在估计人口还是在，也就是第三世界还是在往上升的趋势。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增长，就是说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能源用量平均值来说会越高。总的来说，平均每年最近的几十年应该差不多在1.几到2.几之间的用量的增加，是这么一个速度。但是重要的一个变化最近几年开始发生了，就是说中国，尤其中国的人口啊，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是占了世界用油量增长量的60%-70%，就那1%点多的60%-70%，增长的部分是60%-70%是靠中国的这个能源增长。但是最近几年的这个国内的电动车的快速发展，造成了至少用这个油来做交通工具，汽车啊卡车等等，认为已经达到峰值。去年2024年或者2025年，就这几年大概已经说是估计已经达峰了。最近美国石油学会邀请我写一篇文章，应该已经接受了，应该不久就会发表，就是讲到石油的峰值，产量峰值是不是已经达峰了，或者快要达峰了。所以我们认为结论是确实是快要达峰了，但是不是因为油不够了，是因为全世界第一次出现了用量达峰。我用不需要那么多，那你可不是生产也不需要那么多。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应该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是大家不需要担心油够不够的问题，会不会够。曾经是现在说就是替代的速度会多快。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重要的新兴的经济实体，像印度啊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他们会选择哪个路径，就是会走中国这条路，就是说更多的电动汽车，还是走美国或者中东的这条路，就是继续保持甚至鼓励用油用天然气。所以这两个，因为从另外两个大的区，比如说欧洲和日本，他们已经在2012年和2019年已经达到用石油的高峰期，已经过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两个大区已经过了高峰期。美国曾经认为已经到了顶峰，但是因为现在共和党的这个比较倾向于支持多用油气嘛，现在又回到了峰值，往下继续会增加，可能性会是有一些，但是会往后怎么走，现在还不太明确。第三个问题就是油气充足的这些中东国家，在石油开采上面跟美国的这个作为目前最大的油气生产国来相比的话，生产成本它到底差别在哪儿？也就是在美国这边开采，它有一个就是所谓的 financial cost 加上它钻井的这个成本，它出来的之后，这个所谓的这个 break even point 大概跟比如说这种资源非常丰富的中东国家比，它大概差别是多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 break even price 或者持平点啊。像沙特来说，它这个国家油是施兰自己的，所以它自己的油没有这个所谓的税收条款的问题，至少没有对于国外的投资公司的问题。那么从美国现在的来看，一般估计平均中小企业的这个 break even price 在58块钱。对于沙特阿拉伯这种国家，它纯从 break even 的角度来说，它可能5块钱10块钱它就可以赚钱。这个计算的点是在从井里面打出来的这个点，还是说到市场上这个点？它就是这应该是包括 technical cost 和这个 financial cost， 就是说它这很多公司也不是靠自己家里的钱来开采，它也是贷款过来的。所以比如说贷款
8% 的利润，你这个赚的钱至少要到8个才能抵消你这个借钱贷款的利息。它这个58块钱是公司能够持续经营下去，对，而不是说只是在打井这个方面。对。那我们知道，这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呢，它就是数据中心。而这个数据中心的耗电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这个能源的来源，其中有40%就是靠天然气来发电。数据中心现在发展这速度呢，让用电的需求高到一什么程度呢？特别是维吉尼亚是美国的 data center 的一个主要的中心，他们对于能源的需求一下使原来煤已经关掉的一些煤的厂又重新回到生产，需要这个。那我们未来如果说汽油所谓的这个液态的东西，我们使用的量 peak， 但是天然气这个气体状的东西，它这个用量会变高的话，整体来说，它整个对于价格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油和你这个问题也问的到点子上，挺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地方油气的价格是完全脱钩的。比如说美国，油是油的价钱，气是气的价钱，然后气，尤其是美国市场油气啊，很多气的量太大了，所以美国的气的价钱长期在million BTU 这个单位，长期在2块到3块左右，这在全世界是非常低的价钱。相对来说，比如中国大概7、8块甚至10块，欧洲会多到曾经到18块，同样的一个单位，美国2、3块，欧洲18块，你可以想象这个差别，就跟卡塔尔开采石油和美国开采石油的价格差别一样。对，就是可以把这个美国的天然气液化放到船上运到欧洲去，还是很赚钱。后面这1个月呢，我会陆续发布更多的关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内容哈，我相信这些内容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哈，订阅一下我这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后面一系列的内容了。那我们就下期见，拜拜。